前情提要：上一集我们去了台湾正中心在南投埔里嗦了大碗凉面，用了高级洗衣机，帮一只小黑狗取了个名字。这一集环岛之旅继续。这是昨晚的药王庙。台湾的庙会不经意间在城市楼群之间出现。你看，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大的那种。哦，这是药王庙。药王庙，这不就是你们家拜的庙吗？对不对？我们在类似的荣松宫，这个民宿叫神荣，可能是因为它。对哦，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没有看清全貌。老宅就围着它建起来，他帮他建了一个庙，你发现了吗？他这个是一个庙，有立柱子跟一个牌。哇，这个巨大的榕树，哎，好大的榕树啊！很高哎，一般榕树都比较矮一点，只是宽一点哈。这个榕树这么大，好高哦。这是我们跟民宿老板买的，很方便，很适合给做生意的人，觉得很聪明。不然原本我们要缴260块，而且这是5000次出入，就很方便。而且它这个地下街特别方便，因为台湾的街道其实很拥挤。对，它整个就是开通，全部很长很长，我们现在没找到头过。我觉得这个建议推广到每一个城市，包括国外，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早安台南，下车买早餐。在台湾开车不容易啊！你看啊，如果你想在靠右停车，那么你要随时注意，很多摩托车会在你的右边嗖穿过，所以你要提早很早打方向灯，然后慢慢往右靠，慢慢往右靠。你等到大家宽容你，给你机会让你靠右，你才能靠右。否则的话，你就只能被车流推着往前走。骑摩托车比较方便，台湾摩托车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你可以随便到处停，对不对？然后它这边都有个机车待转区，这个小框里，就是如果你想要左转的话，你不能在马路的左线左转，你一定要走到这边待转。然后现在你看，他们待转，然后转了，所以只要在待转区去等红灯。好的。哇，它那个上面的细节很丰富，很丰富。我们今天要去的是绿色隧道搭船处，这里对不对？绿色隧道乘船处，这里。它有个地方写搭船处和乘船处，搭船处在这儿，乘船处在这儿，什么意思？不是同个东西吗？我不知道。乘票是1人200。走下来楼梯拿哈，有需要走力上船前一起拿。哦，开心。好，那现在你的两侧这些红树林，它们叫海茄洲，树下一根一根的，是从它的四草绿穗位于台江国家公园内，是早期运送盐、糖等民生物资的人工水道。河道两旁红树林茂密，有着台版亚马逊之称。买票游览的话，船上会有专业的导览，会一路介绍水道中台湾特有的水生植物与湿地生态。这里还是非常适合家庭游览的。如果你想在台南找个能亲近自然的地方，那么四草绿色隧道绝对值得一游。建议选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来，当阳光洒进隧道时，两旁绿意盎然的红树林会遮去炎热的烈日还有喧嚣，给你台南热情似火的气候以外一丝清凉和宁静感。用空拍机从上空掠过，一直望向入海口。台南的另一个景观同样让我印象深刻，这里好像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大地调色盘一样，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作为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台南除了深厚的历史和人文气息，同样这里也拥有丰富的渔产业，确实是一座很丰富、很多元化的南部城市。因为这次时间有限，很期待下次再深度游台南。来到台南就一定要喝牛肉汤。温体牛肉汤，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温体牛肉汤。现宰的牛没有冰冻，然后呢就切片直接上桌。那如何保证不变质呢？就是它刚杀完就马上吃啊，马上上桌了。对啊，刚杀完就运过来，还是说他们后面有杀的？那我不知道，应该马上运过来吧？真的？应该是温体牛。对。这一间算是小连锁了吧？那一种传统的有几间就是凌晨就要去排队的，我就排不了，所以呢就来这一间文章牛肉汤。它酱油膏有分2种，一种是台南甜，一个是古早味牛肉汤。哇，好香啊！这个是综合切盘，还有一碗猪肉燥饭，切得很薄很嫩，然后粉粉的，有没有？对啊，它的汤就很清汤，然后没有太多调味，但喝起来就甜甜的，那种肉的香甜。我现在已经往北开了，东边开，一条往南，继续往南，一条是往东。我们开到台东了，开过来感觉跟西海岸风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边的路很平很大，对，很宽很平，对，路况非常好。除了自驾以外，很多人也喜欢搭火车过来。对，我下次比较喜欢打火车过来，你看，火车直接沿海岸线，对，那是火车的铁路，风景感觉非常漂亮，沿着海。我们来到多良车站，因为这边是一个很棒的拍照、拍影片的好地方。海拍打在沙滩上形成那个白白的海浪，很漂亮，一整条白白的这样子，很美。配上漂亮的复古火车，如果有来到台东，可以来这边打卡、拍个照，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呢走上来，一下下就到了。可以过来走一走。我刚刚看那个火车过来之前，他会先噔打个鸣，准备好的我觉得是在手机提醒，友情提醒。我觉得一上来，相机都没掏出来的，发现火车来了，对，就听到声音，然后呢，快点就定位，马上拍到，然后就是5分钟的事情，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说着说着又来了。哦，是很复古的火车哎，超复古。有在招手。嘿，我怎么觉得那个好像没冷气？大家都拿着扇子，好酷啊！环岛中，这一次环岛时间上比较赶，所以也不是可以100%确定说我们这次的计划怎么样，所以就是很随意，就是看着办这样子。然后有些地方就跳过，或者有些地方就是很想去，就临时再加进去。我们订的酒店都是临时订的，昨天和前天的全部都是我们觉得应该要住宿了，然后呢，就在 Google 上打电话。目前现在是第3晚，也是差不多要这样子了。
个是傍晚的池上，我们在博朗大道上。我们现在著名的池上，所有人看到的应该都是有天光的这种视角，但是我们刚刚在这种临近夜晚飞了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目前稻子收割的情况几乎，我觉得80%都收割了。但是从天空上看过来，颜色有点变化，其实也蛮美的，像调色盘一样。对。现在我们在池上火车站。现在池上火车站，很多人应该会选择走这个池上车站到这边观光，要么就是自驾。啊，对，火车站一出来，右手边有一间池上便当，它写着它是原创老店，它的特色是用木盒装。一个招牌一个排骨，对220。好。买好之后给了餐券，然后在这边领便当。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我们现在在台东池上，就现在在这里。自己打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是海带、排骨，然后这个是招牌，木盒的哎。对，这是招牌，招牌就是什么肉都有。是很有食欲这样的。填的很满，很丰富。订阅米苔目。走走。哦，我以为你要说，我以为他要说。你可以说。就刚刚你说的那些。这是我们的招牌便当，里面它总共有10道菜，我们是以猪肉为主，然后里面会有今天的时蔬，然后还有我们腌制的酱菜，以及我们自己做的菜艺蔬，都是我们当天现炒，非常新鲜。谢谢。很好吃，谢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对，跟我想法一样。某一个人开车，某一个人坐火车，那就这么决定了。来吧，我开车，你坐车。好，你开车行吗？我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在晚上9点的池上车站，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门口有个小流浪狗，他自己在门口守着，一边吹冷气一边呵斥他觉得形迹可疑的路人。他是真的负责任。你看，我看，我可能又觉得有一个比较行色匆匆的人路过，可以，他觉得保护到我。来一个正常的旅客，你看他叫不叫女士？完全不叫，看见了吗？他觉得你是专心过来坐车的，他非常欢迎。扮演无业游民，在火车站扮演了大概1小时的时间，然后现在终于确定了一家民宿。哦，对了，我们的计划就是明天一早我有搭火车上到玉里，然后呢，我开车到玉里接他，一起走下一个行程。对，让他体验一下台湾的铁路。很期待明天可以拍出怎样的视角。这就是我们刚刚找到一间40美金一晚的民宿。通常会是免费。真的假的？池上稻香文旅还有这个福利啊！隔壁邻居会报警，这太美国了，动不动就报警。就是我觉得这是威胁啊！哎呦，好干净，这么干净。好像是住在某一个亲戚家里的。对。小小一间，但是睡一晚非常的好，主要是很干净。早安池上，早安池上。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我们民宿下面有一片金黄的稻米，对，现在还没收割，现在看起来果实非常的饱满，就像图片里一样。
这是什么？早餐，我们是铁板面。铁板面可以早餐吃？没错，台湾人才会吃的早餐。火腿蛋饼跟肉松蛋饼。美而美，台湾知名连锁早餐店，你很早就知道对不对？我很早就知道，歌词里就有热狗。热狗。了解台湾文化，热狗的歌词可以了解很多。快！我们刚刚骑脚踏车骑到一半，发现有人在收割，哎，就在我们后面。超级金黄色的哎！沿路看到的田，大部分80%以上都已经收割完成了，就只有稻部分还是金黄色的稻田。你闻到稻米香了吗？有啊，有啊。稻香就是这个稻香啊，真的是。我第一次闻到稻香。来一下。说实话，我第一次闻到稻香。还记得你双颊是为了蒸到这个稻香，原来只是奔跑的悲伤。小时候的梦我知道，它就收在里面了。然后呢，不要的就吐出来了。就吐出来了。它只拿米的部分，然后后面跟着很多喜鹊。喜鹊边割喜鹊边吃，应该是吃那个稻米里面的虫子。对，你看现在往外倒了。哦，是这样。就最新鲜的稻米，给你们看一下。搞不好会送去日本，因为日本的检验非常严格嘛。然后呢，少部分可以就是通过的，就有池上稻米。能让日本进口的米，那真的是好米，对，绝佳的米，最好的米之一。因为日本本来也产米啊，然后呢，台湾的米可以进口到日本，那也是很厉害。很厉害。对，一割完超干净的，它那个好准啊。哇，割完这边稻香更浓郁。很汽油哎，很汽油，太汽油。在这边看割稻米，我觉得好解压。我可以在这边坐一上午，特别解压。对啊，就很干净的感觉。然后金黄色的漂亮。我们现在骑到很著名的一棵树，这是金城武树。当初金城武就是在这边拍一个广告的，很多人会慕名来打卡金城武树。而且今天是微微的阴天，现在目前有点飘雨，但是骑脚踏车不会那么热。王先生说想要买一包米带回美国，我就想说来农会买，一查有这个池上农会观光米厂。哦，你看这是烘干的工厂，就是新鲜的稻米之后就送到这边烘干。是像 Classens Farm， 他们不是采收完之后呢送去一个地方，对。老公，这不是你这个有点像，你不要再摸了，不好意思啊。是这里，没有开耶。在台湾旅行经常会遇到这种告示牌，难怪今天、昨天都没什么人。刚刚那个观光农场没有开，所以我们来到直销驿站。直销驿站，对，这也是农会办的。蝉联3届国
全国稻米品质竞赛总冠军。可以从头念吗？蝉联3届全国稻米品质竞赛总冠军。就用刚才那版。不行哦，他有写人名在这。生产者哇，何聪明。对，哇，那就这个吧。支持小农。现在就是采用我们昨天商量好的行程，我搭火车区间车，搭到前面的一个小镇叫玉里，然后我开车去玉里火车站找你。看一下你要开多久？38分钟。哦，就到了。对。好，那你现在可以出发了。好啊，等一下见。哎，你好，就我到下一站玉里，请问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可以啊。可以啊 ，OK。谢谢。已经到了2号月台，车还没到，太好了。小月台，哇，山清水秀的。我感觉这辆车很熟悉，这就是许光汉那部电影里面出镜的那车，同型号的。就大概现在这么一个位置，也就是我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就长相有点差太多啊。推荐你们看一下那个电影，许光汉跟一个日本演员演的。啊，这个电车。下一站，起送快。青山。富丽，下一站，富丽。车厢里真的就没有什么人，你看车厢里现在就3个人，加上我自己3个人，因为区间车嘛。赶路的话，大家会选择高铁，但是东岸的话，就是东部沿海它是没有高铁经过的，大家会选择自强号。甚至有些人会选择从台北直接搭飞机到台东，大概不到1小时的时间，但是你会省很多的时间在路程上，这也不错。我觉得台湾虽然说小，虽然说你看我们所在的这些池上啊、关山啊这种地方，其实人口很少，但是它的公共交通还是都有覆盖。然后呢，便捷程度，一张悠游卡就可以像我现在坐的这辆区间车，而且火车站啊等等的配套设施都非常完善。然后呢，看起来都是有在翻新，翻新的同时它不会弄得特别现代化或者高精尖的科技，它都会保留了当地的某些建筑特色，或者是延续历史上这个地点以前的建筑特色。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乡镇或者是市都是非常用心的在沿袭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底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来台湾旅游的原因。我觉得像台北市，它有它发达的地方，它有它特别现代化的地方，但是同时哪怕在台北市，它也有非常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和保留一些历史遗迹的地方，历史古迹的地方，这一方面他们也很注重。所以我觉得正是有这2个结合，这个城市才能够充满活力。我觉得因为你要看得见历史，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规划未来。你看外面的天蓝得很，哦对，好像台东这边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话，最近流行叫台东蓝，请各位看一下台东蓝。到站啦，玉里米啊，玉里也盛产米，这个就是自强号。我走的这条是花东纵谷公路，从池上开往玉里。我到玉里了。这个地方可以临停一下。
哦，我看到王先生了。来到了一个规划以外的城市——玉里。他好像还没看到我。小镇。老我的出租车司机已经到了，换我开车。我们在87度的高温下抵达了三仙台，这应该是一个景点，但是我是自己在 Google 上找到，等一下应该是要走那个特别有特色那个桥，感觉很古旧，像我觉得它可能是想要塑造那种就是腾云驾雾的云海中的这种海上的云朵那样的感觉，我感觉哈，有没有那种感觉？向着烈日出发，哎呦，干掉了，应该很快就过桥。超级蓝！哇，好蓝呐！我发现它不是沙滩，它是石头。你发现？石滩啊。对，它不是沙滩。晒归晒，这个海风还挺凉的。三仙台是台东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地标之一，同样以这座很有特色的跨海拱桥闻名。三仙台由离岸小岛和珊瑚礁海岸所构成，其中有3块巨大的岩石，传说中3位仙人曾在此登陆，因此得名三仙台。不知道三仙台这座拱桥的概念是云朵，还是海浪，又或者是龙，就看大家如何解读了。其实这里最初是一处夹角，因为海水侵蚀逐渐断了夹角中的一部分，所以就形成了离岸岛。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是蛮晒的，能撑把伞就好一点了。桥的另外一端还有步道哎，它这个植物是这边岛上才长的这种植物哎，很热带的植物啊。哇，这下面热。没有风了就好热哦，不像烤箱，风被这两旁的植物遮住了。不是很建议夏天来哦，夏天来一定要撑伞。我们过完桥了，然后到了这个小岛上，我觉得它里面应该会有岩洞。这地方也很特殊哎。好了，我们到了我们这次的登山口。啊，这块手脚并用。哇塞！跟点少。你就在这，你就在这下。我觉得我点。挺恶心的，你马丘比特都上了，你这样能耐？就是弄东西。哇！哎，靠，走错了。等一下，那有人在钓鱼。他那是怎么过去的？难道我走错了？末日火山灰地貌，看这边，有吗？有啊。收透了。哎，螃蟹都被烤成这个样子了。哇哦！穿过去。觉得里面应该走不了。可是那个洞很黑，我刚刚已经走过，然后太黑我就折返。OK，好，行，一起走。哦，我在这里，感觉是没有人哈。哇，这么黑，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点吓人，有水滴下来哦，过来就好了。
一段就好了。但是你在门口的那种恐惧，对啊。通过，是那边。这没有人带是有点难。前面有一段可以走的楼梯。这边又有一只被烤熟的螃蟹。我们得一鼓作气。走了。好。非常的热，再下去应该很快。当然，视频中的我们已经在炎炎夏日中帮你们走过了。建议各位还是尽量避开炎热的夏天去登岛，不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误入了火焰山。哦，我们到花莲了。Continue for 45 kilometers. 我们现在在路上临停了一个景点，因为刚才在开过这里的路上，看到一片梯田，然后有游客在路边停车，所以我们也停下来。我觉得这里就像是现实中的世外桃源一样，很多生活在台湾西部沿海城市圈的人，也都会偶尔来花东轻旅行。这里应该也算是大家逃离繁忙生活的后花园了吧。番薯寮休息区。哦，它是一个峡谷。Oh my god！ 哦，那个山上有个栈道，你发现了吗？就是那石壁上。哇哦，真的也是条古道啊！哇哦。其实整个花东地区，因为相较其他地方地势较为封闭，开发较晚，所以这里还保留了大量原始的自然景观，高山、峡谷、海岸线、温泉，甚至是离岛轻旅行，你都可以在花东一带玩到。这一集真的是自然景观拉满，希望看视频的各位有被疗愈到。那么下一站我们会慢慢接近台湾的北部城市，当然会有更加多元化的景观和人文等着你们。我们下期见。